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正在进行地铁的施工，整个马路都被挖开了。这里你看啊，还弄了很多的这种艺库，就是装扮的年轻人比较感觉好的一个街区。在绿道上骑行呢，比较舒适一些，也比较安全。这边有个河边的平台，还有一些椅子可以让大家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在这边看看风景吧。过了前面红绿灯呢，就到七中村了。你看这边的马路非常漂亮啊。嗨，大家好！一转眼呢，已经从温暖的广州来到了春意遥遥的上海。上海的天气今天低于10度啊，大概8度左右。一回家以后呢，就把放在上海的这台折叠单车换了刹车，因为前面的刹车皮呢已经磨到头了。我在广州的时候呢，就在网上购买了一些新的刹车皮，更换以后今天就出来了，试着骑行一下，实用性的在这边有一个骑一下。这里呢是闵行区。现在我骑行在营都路上，前面不远处就是营都路站的地铁站。现在呢，在进行嘉闵线这条快速地铁的修建。前段时间还出了一些事，说是在朱兴路路段在施工过程当中塌方，幸好没有人伤亡。说的就是这条地铁线。现在呢，我经过横立港桥，这条横立港呢是一条河冲，南北向的，一直去到新庄。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侧的这个车站呢，就是5号线。这里是营都路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正在进行地铁的施工，整个马路都被挖开了，看来还要持续好多年。现在呢，我左转到步米公路，看到右侧这一片地方已经被拆空，应该以后会建一个车站放货。这里风还是蛮大的。上海这边呢，写完期货以后，天气会发热。你看啊，这个左侧马路中央一整排都围闭了起来。跟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啊，应该是以一种明挖的方式再挖一个车站。
天的预报是有雨的，最近一段时间接近清明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个季节呢，江南这带就会多雨。但是今天应该是阴天吧，到了晚上才会有雨。但愿我早上的出行不会被雨淋啊！你看这个车站，这个地方施工的范围非常广泛。我的理解应该，它在这个地方有个掉头处，所以车到了终点站以后，它有一个掉头回去的地方，所以开挖的地方就会更多。我现在骑行的这台小步行的单车呢，是我买的第二台车，是在上海买的。我记得好像是去了昆山一个台湾的小年轻人手里买来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仿造的小步车，所以呢，整体感觉没有家里的那台小步车舒适啊。但是毕竟价钱便宜很多，就我一般的骑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每到上海来都会借助这台小步单车四围走走，增加一些活动的范围。更重要的呢，就是可以骑行健身一番。所以这次回来，首先把刹车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上次回来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个前面刹车皮几乎已经磨到底了，甚至有一些刮蹭金属的声音了。所以自己修一下，这是只要10块钱的事。但是呢，就可以把这个单车调到一个相对比较舒服、也比较安全的地步啊。好，现在我们继续在这条后面的公路上由北向南骑行，方向呢就是闵行工业区。让我清楚我们最终要去到哪里啊，随便的走走吧。上海街头的这些树呢，跟广东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广东那边呢，主要还是以这种那个榕树为主啊，但上海这边呢，种的更多的可能是这种樟树。冬天也可能会掉叶子的，但现在你看开春了，我感觉叶子都是绿的，也可能是常绿的。这边呢已经是上海的近郊，以前呢应该算是郊区的地方，但是现在城乡一体了，基本上已经属于市区的范畴了。但是这边还是有一个新增工业区，
非常之大。右前方呢就是光华路了，是新庄地区年轻人创业街区。光华创意街区，也就是说以前那些老厂房、老仓库改建的一条适合年轻人在这边创业开店办企业的一条马路。那我们以前通过过无数次，今天再来走一走。这里你看还弄了很多的这种艺铺，就是装扮的年轻人比较感觉好的一个街区。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政府有没有给年轻人一些创业资金，或者免除一些他们的费用但看来呢，这边都还搞得挺不错的。但是头牌的呢，基本上还是以餐馆为主。这个地方呢是砖桥镇，应该算上海近郊的一个以前的老镇了。趁着红灯，我就在这边稍微拐一圈吧。你看看这个左侧叫79艺铺，其实马路对面都是的。这个就是这个街区了。我相信呢，这个老的工业区现在也是逐渐被那些有更多科技元素的厂家或者企业所替代。我就在这边掉头吧。
对面的那家途虎养车一直准备上市，不知道上市成功了没有？全国各地开了很多连锁店，但整体的服务还是可以的。我以前把车开到上海来，基本都在这边做一些保养之类的。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开车到这边来测核酸啊，那是一个恐怖的时期。这里是漕河泾，是一个漕河泾这个企业啊，在这边支持的开发区。左侧马路里面全部都是以前那种矮房子改建的抗疫园区。骑行在光华路这条闵行的不起眼的马路上，这边呢还是残留着一些上个世纪就中后期那种年代感而且很多的这种已经不入流的厂房、仓库等等的房子呢，也得到了一些改建。虽然没有那种上海市区老街道那种历史沧桑感，这边呢，看来也是一条活着的马路，就是也在与时俱进。左侧马路的墙上还有很多的涂鸦，画的一些漫画。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马路就应该多画成那种彩绘，多画一些图，或者是让那种年轻人在学画画在走艺术之路的途中呢，给他们一些机会。你一路上看到很多改造的这种小公寓，应该都是满足年轻人的需求，在这边能够相对比较廉价、安全的居住。经过一条小河浜，我们继续向西骑行。上海这座城市呢，在交通管理上面相对比较严格的。全国有很多的城市是允许那种小的折叠车上地铁搭乘这种交通工具的，但上海呢，这两个是不许，所以就没有办法像广州那样自己把小车折叠起来，通过公共交通去到比较远的地方，也没办法的车。
所以也就是在绿种能级的地方呢去骑下去而已。现在呢骑过了中村路，这边呢也是一条很漂亮的绿道，我们到上面去走走吧。已经是上海市新庄工业区建的一些路边的绿道，这边有很多的花，开得很漂亮啊。每年都会回到这个地方来走走，小住几天啊。也看到这个地方呢不断在改变，从修马路到建绿地公园等等，也是环境不断的得到优化美化。这一段应该就是新修的。在绿道上骑行呢，比较舒适一些，也比较安全，所以我们就沿着绿地的边上这些骑行小道，缓缓地向前骑行。北竹港河，这个头顶上的高速路高架路呢，就是嘉闵高速路啊。我的右侧里面呢，还有大片的空地，准备要继续开发。以前呢，在这条光华路这一段骑行的时候，也就是快通过一下。那现在呢，你看，在这个绿道，还有两边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呢？是梅花吗？我来看一看啊，是什么花？有一层层的，还是蛮漂亮的。应该就是一种梅花啊，粉色的，开的还是很漂亮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原本我是想要去到富民路到头啊，就是闵行滨江那边的，但是骑着骑着呢，因为有这条光华路边上绿道啊，就想着顺着这条绿道往前骑吧。最终呢，就有可能会骑到其中村去了。反正无所谓，就是随便的走走就对了。好，这条绿道到这边就消失了。好，现在呢，我在光华路上拐到华宁路这个路口，因为我看到这边有更大的一片绿地公园，那我们就沿着光华路的左侧往前骑行。这边的公园呢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就在这个公园边上，应该边上这条河叫六垒塘河吧。然后我们顺着河边的路向前骑着。像这样的公园地带啊，河滨区域，早上也没什么人，我就骑着单车当散步了。我觉得这也是挺不错的。这边有个河边的平台，还有一些椅子可以让大家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在这边看看风景吧。虽然说对面呢都是一些厂房啊，就乡下的模样啊，并不是特别热闹的地方，但是这边呢，你看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柳枝啊都已经泛绿了，那种嫩绿的还是很美的。这个就是记忆当中的江南，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啊。时不时的，最起码一年有那么几次时间可以到江南地区来走走看看。我觉得这个就是脚踏实地啊，真实的感受到生活。你看这条河里还有几个小小的小岛，现在也都种了树啊，除了草。对面我看到有一片油菜花，是野生的吗？这边的杉树啊，你看啊，这个叶子还都是枯黄的状态。
右侧对面的一个人工湖啊，写着新庄工业区企业林，到前面掉头去看一看啊。好，现在我在骑过光华路到新庄工业区的企业林那边去瞄一眼。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庄工业区的企业林 Green Home 绿色的家园。我们在这个草坪上稍微站一站啊，看看这个新庄工业区啊，正在脱胎换骨。从以前的到处都是厂房啊，现在盖起了各种各样的大楼，有些呢应该是办公楼，有些是高科技的园区等等的。哦，那边还有一片种的是啥？油菜花啊！啊，我们就到此游吧。骑过华西路，我们这边稍等一下啊，看看到对面再去逛逛。对面又是一个很大的河滨公园，叫雨卧景怀啊，还是怀景卧雨？再次来到光华路的左侧，你看啊，这个地方有个石碑，写的啥？上海市新庄工业区成立25周年，2020年立的这么一块碑。其实马路的右侧呢，也变成了很大一片公园了啊。我记得这边转进去呢，有一个寺院叫鹿磊院，去看一看啊。这里还挂着很多的红灯笼啊，上面写的都是佛光普照，拜佛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你看，江边有很多帐篷，像是一个咖啡店一样的感觉。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寺院
这座是钟楼。门前有香炉，六垒长燕，这是一个寺庙。在河边的一处僻静处，重新修建了一个寺院。左前方的这座桥叫光中路桥。今天就是骑行漫游啊，以前来过好多次地方，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季节的转换啊。现在是早春3月，所以河边的杨柳树呢渐渐发嫩芽了。梅花是比较耐寒的，我看到开了一片粉色的梅花，然后很多树木都开始变绿了，这个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条叫紫雷环路，我们骑过这条马路，继续到对面的河滨去骑行一下。这条小河已经不小了，这条河呢还是蛮长的，我已经在它的边上经过很多回了，但今天好像是最清静的一次啊，毕竟还是有些春寒，也没有人到这边来休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条河边骑行。到这边呢，我就意识到这里是一条航道，我就说从前边这边开始呢，就其中村了，别的都好，就是它在一条航道的下面，每天飞机飞过的噪音是很厉害的。
再次横过光华路啊，过了前面红绿灯了，就到七中村了。那你看这边的马路非常漂亮啊，真的是在树洞当中穿行的感觉。这边呢，已经来到了七中村了。我已经看到七中村的村头的这块石头上的3个红字。我们准备过马路，到这边呢，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在闵行新庄地区的第一段的骑行。请大家继续跟着我的镜头来逛一逛上海在早春3月的时候的风景。好了，那我就在这一块石头前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等一会儿呢，继续在七中村里骑行，一会儿见，拜拜。